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每轮牛市几乎都会出现的现象：券商为什么总是第一个涨？如果你最近有点心动，想进场又怕追高，那这一期你一定要看完。我们先来看一个规律啊，回顾过去3轮典型的牛市。2006年，券商在牛市初期大幅拉升，像某某证券、某某证券涨幅都翻倍。2014年，行情刚启动，券商板块1个月内涨幅超过50%。2020年疫情之后的复苏，券商再次成为打头阵的先锋。为什么总是它？不是银行，也不是白酒，而是券商。答案是，券商是市场情绪最敏感的风向标和放大器。券商股的走势其实反映的是市场对未来预期的兴奋程度。一旦市场嗅到了宽松的信号，比如说央行释放流动性啦，管理层释放支持股市的信号了，那大资金呢会先去点火券商。为什么？因为券商本身就跟市场成交量挂钩，成交越活跃，经纪业务、两融业务、投行业务就越赚钱。所以券商涨其实就是市场在喊牛市来了，大家快上车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券商经常被当作政策发力的代表性行业，比如说注册制啦、资本市场改革了、金融开放了、投资者保护新规了。你会发现每一次政策预期向好都会推券商一把，甚至在有些年份，哪怕整个股市都没怎么涨，券商股都可能提前异动。这是因为市场相信啊，只要有改革红利，券商就能先尝到果子。最后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券商的高贝塔属性。什么意思？通俗讲，牛市里其他股票涨10%，券商可能会涨30%，但是熊市里面呢，跌起来也特别快，属于典型的高波动、高弹性的品种。这种放大器的效应，恰好是大资金点火行情时候最喜欢用的工具股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牛市的点火器。那问题来了，券商涨了，是不是就意味着牛市真的来了？不一定。因为历史上也有券商冲高后全市场熄火的情况，比如2022年初，券商曾经短期异动，但是最终没有演化成大级别的行情。所以真正牛市来了的确认，还得看这3大信号。第一点就是成交量要持续放大，不是1天2天的放量，而是连续几周都在活跃。第二点，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，像创业板、中小盘也开始活跃。第三点就是宏观流动性开始有了改善，比如降准降息啦、社融回升了、信贷超预期了等等。如果这3项同时具备，那券商启动就不是假动作，而是牛市的前奏。那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？券商之后又轮到谁？这一点比券商更关键，因为真正赚钱的阶段不在点火器，而在接力棒。那在下一期呢，我会用一张黑板图带你看懂完整的牛市轮动的顺序，从券商到金融股，到周期股，到成长股，到防御型的股票，一路讲清楚牛市的节奏。我是苏涵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上一集我们讲了，牛市的第一棒通常是券商打头阵，但是点火之后，钱会往哪儿跑？券商之后到底谁接棒？是不是成长股就直接起飞了？别急，今天啊，我带你看这张图，详细讲清楚每一轮牛市当中资金都是怎么一步步接力的。这张图呢，叫做牛市轮动4阶段路径图，是 A 股历史上多轮牛市总结出的一个主线版节奏。我们一起来看。第一阶段，券商起爆，银行、保险接力。券商一动，大资金最先补的是谁啊？不是成长股，不是消费股，而是银行和保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啊，市场还在试探这波行情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于是呢，资金先会去扫那些估值最低、业绩最稳的权重股。这个时候，银行、保险、中字头是行情初期最容易起量的地方。我们回头看2006年、2014年、2020年这3轮牛市，券商之后接棒的几乎都是金融全家桶。所以真正的启动期呢，是券商加银行加保险的联动放量。接下来，如果市场认定行情是真的，经济也在复苏了，那第2棒就轮到周期股了，比如说煤炭呀、有色呀、化工啊、钢铁呀、工程机械这些板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最先能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力量啊。PPI 一抬头，订单一增多，周期性行业的利润弹性特别大。
这个时候市场就会说，哎呦，这波行情啊，不仅是资金的，还是基本面的行情。这个时候呢，周期股就会出现补涨潮，特别是资源品的龙头类。那成长股什么时候来呀？不是一开始就上场的，它是要在行情确立之后，风险偏好全面打开的阶段才会登场。资金这个时候开始大胆的压注了，像科技呀、半导体呀、新能源呀、AI 呀、创新药，这个阶段有2个典型的特征。第一，政策开始发力，明确的指向新质生产力。第二，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喊，还买银行干嘛？科技才有想象力。于是这个时候成长股会全面起飞，主升浪开始。但是要注意啊，不是每一轮牛市都会轮到成长，只有政策支持加流动性充足的时候才会引起共振。比如说2015年的互联网加，2020年的双碳都带动了科技狂潮。而如果没有政策的配合，那成长股反而可能会跑输大盘。当成长股都涨嗨了，就会开始有人问，还能涨吗？是不是该跑了？这个时候呢，部分聪明的资金啊就开始撤退了，进入低波动避险型的板块，比如说黄金、医药、公用事业、食品饮料就是典型的代表。而一旦你看到这些板块集体走强，而且券商都开始跌了，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牛市可能已经进入了尾声。总结一下 ，A 股牛市的典型轮动顺序是券商、银行、保险、周期、成长以及防御。但不是每一轮都要完整的走完这个周期。这个框架呢，可以帮大家判断当前的市场在哪一个阶段，你该买什么，不该追什么。那普通人怎么看轮动的信号呢？我教你一个方法啊，就看3线联动。那情绪线你就看券商和成交量有没有异动啊，经济线你就观察 PPI 工业利润有没有改善，政策线啊，高层是不是在吹风支持某个产业。比如最近的水电基建、AI、算力、电力改革，如果这3条线都朝同一个方向，那就很可能进入主升阶段了。如果只是其中的一条线在动，那很可能啊是假突破。那这张牛市轮动4阶段路径图，大家可以收藏，反复来看，判断自己有没有站在正确的赛道上。那你觉得现在的 A 股市场走到哪个阶段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在苏涵思想会里也会同步更新实时轮动节奏。下一期呢，我会带你看 ETF 怎么选，普通人怎么借这张图布局牛市。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